大家好，我是老李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摄影陪体的运用。摄影中的陪体是相对于摄影主体而言的，陪体的主要作用就是给主体当陪衬，在画面中起到衬托的作用。正所谓红花还需绿叶配，如果没有绿叶的存在，再美丽的荷花也难免会失去活力。在摄影中，陪体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。首先呢，它就是能起到丰富画面的作用。如果一张照片中只有主体，就会显得过于突兀。我们要知道，艺术来源于生活，而高于生活。高级的艺术形式就是要还原生活。比如这张照片，主体是花卉，画面的左侧有含苞欲放的花蕾，四周还有绿叶作为陪衬，这样的画面元素丰富，富于变化，有很强的艺术感。我们可以设想一下，如果没有左边的花蕾以及周围绿叶的衬托，画面会不会显得非常单调呢？作为摄影中的陪体，也能够更好地诠释主体。利用陪体的形状、色彩、明暗等特征，能够更好地说明主体，使主体得到更细腻、丰富的诠释。通过前面的木头以及后面的松果，强化了画面的空间感。可爱的小雪人在雪花中微笑，这种温馨的画面让我们感觉到新年即将到来。在很多的情况下，画面的气氛是靠陪体来营造的，而且这种气氛就是打动人心的利器。在绿叶与金黄色的叶子衬托下，远方的建筑物若隐若现，使整个画面更具有神秘感。虽然我们说主体只能有一个，但陪体可以有多个。在摄影中也有类似的疏密构图法则，前面一个运动员在奔跑，后面有多个运动员在紧跟，做到了画面简洁，主体突出。下面这张照片也非常有意思，鸭妈妈带着鸭宝宝，构成了一幅非常温馨的画面。我们知道摄影是减法，除了这样的构图模式确定主体后，我们要遵循一个原则，就是避开杂乱，使画面达到简洁的目的。在利用陪体对主体进行修饰的过程中，我们要注意，陪体主要是用来深化主体内涵，在表现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喧宾夺主，主次不分。处理好陪体，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情节。所以我们在陪体的选择上，要特别注意到是不是对主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，千万不能生搬硬套，游离于主体之外，使画面失去了原有的意义。捕捉什么样的形象为我所用，是我们拍摄需要关注的基本课题。一般来讲，相似的形象作为陪体，对主体的含义会起到支持和烘托的作用，而意义矛盾的陪体参与进来，会使画面的内涵大幅度的拓宽。摄影师常常用穷人陪衬富人，用弱者陪衬血淋淋的战争，相似的形象容易同时出现，因为他们处于同一个场景当中，而不同的人物与事物捕捉到一起，这就更需要我们的智慧了。好，我是老李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